一定是还没睡醒，不是做梦，竟然也能遇见你。想要陪你东道西，闹你生气我就开心。哼哼，这几百年的修行，一定是上天安排遇见你。想要和你演一次新白娘子的传奇。我学会了牵手，陪在你身后，默默的守候，把你看够。陪你把安婆，一起蘸妖魔，大碗喝酒，一起大口吃肉。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面对陷阱困难，为我不顾一切，需要你的陪伴。希望时间倒转，虽然一切好难，只想每天清晨对你说一声早安。原谅我的古灵精怪，惹得你苦恼还在无理取闹。世界那么的纷扰，只想对着你说，此生有你真好。你觉得我在胡说，全是我是胡说，这是我的执着。如何能不想你，怎么能不爱你？你的一切都那么的在意。你觉得我在胡说，全是我是胡说，这是我的承诺。就算我会迷路，就算习惯孤独，只要有你携手江湖，愿意为你吃苦。学会了牵手，陪在你身后，默默的守候，把你看够。陪你把安婆，一起蘸妖魔，大碗喝酒，一起大口吃肉。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面对陷阱困难，为我不顾一切，需要你的陪伴。希望时间倒转，虽然一切好难，只想每天清晨对你说一声早安。看见没？那个就是阿金。好，来，没有人，你把我变成他的样子，快点！你编呢？快点！不是，哎，你不是吃饱了吗？好像是作业还没有完全解除。哦，对了，快说你是最喜欢我的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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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最喜欢你的人。我是最喜欢你的人。每天说一遍啊。哦。柯老板，咸捕头。哎，蒋爷，您也在这儿？柯老板啊，请您看一下这块玉，是否就是您遗失的那一块？哦，正是此物。哎呀，多谢咸捕头，我还正准备悬赏300两银子来寻找这块玉佩呀。300两，这块玉佩。
小贱人，今天你给我说清楚，为什么老娘新买的衣服就脏了旧了？是不是你偷偷拿出去穿了？没有。你们两个先回去吧，我想自己逛会。是。这个母老虎那么横，该遭报应了吧？咳嗽了吧？来都来了，干嘛还躲着我？来。人呢？少装蒜！我问你，你干嘛怂恿那王元丰去盗墓啊？盗墓？幸好那王元丰要被处死，死无对证，不然蒋万户要是查起来，查到我头上可怎么办？你干嘛？哪儿那么多虫子？别动！哦，原来是你告诉阿金那块玉在墓地。那个，我就是阿金，阿金就是我。又喝酒了吧？胡言乱语的。喏，拿去。这是今儿早上在花园里捡的。帮我找个买家把它卖了，看这成色，卖个30-40两应该不成问题。你拿30两给我，剩下的给我爹送去。我估摸着那老赌鬼都快揭不开锅了吧？哎，都怪最近手气不好。不过我有预感，这次我一定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翻身仗？天降横财呀！这耳环就是吉兆。你看我用30两赢个300两的。哎，先还我。你呀，可得小心着点，别给我磕着碰，损了我的财路。糟糕！好了。哎呀，你干嘛呢？这没别人，你出去的时候小心点就行了。好，再见。哎，走后门。哎，别忘了看我爹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都要饿死了。也很好吃，我要吃。世间竟有如此纯真明媚的女子吗？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？快停下！停下！停下！一会儿就变回来了。哎，走啊！这么好，
好的姑娘，竟然跟阿金这种人混在一起，真是……啊，对不起。哦，怎么样？打听出什么来了？打听个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阿金这个王八蛋骗了我这么久，他根本不认识什么蒋家大老爷，你知道吗？他认识的是蒋旺夫的小老婆。小老婆跟你说什么了？能说什么呀？什么都没说呢，我就变回来了。这，哎，对了，这个，你帮我去卖了。换热啊？换钱。蒋家小老婆想把它换成钱，然后呢去翻个赌本，顺便呢接济一下他爹。才见人一面，你就对他那么好？你懂什么呀？这个叫稍微给人家点甜头，人家以后呢可以给我们点消息。我告诉你啊，爱赌的人呢，他们的嘴是最管不住的。我跟你说这个干嘛？切！来，过来！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看啊，那个酒楼啊，走进去，右拐，第二张桌子坐的人是柯老板。他天天就坐那个位子吧。他呢是这个县城里最大的一个古董商，你把这个卖给他，可以卖个好价钱。哦，你就快，真快。姑娘，和柯老板那块玉的质地一模一样。你这个玉是从哪里来的？一个女人。蒋万户家的。跟我走，走。刚进去一会儿就叛变了，还带人来抓我。人，我先来，干嘛你？我先。想抢头功，没那么容易，放着我来吧。这么大的案子，是你显呆子能办的吗？我呆子，你傻子，你才大傻！上吊了，我来。你等会儿。这个人穿着一身绣着喇叭花的衣服，这花有这么大。玉儿，玉儿，玉儿，小玉玉，小玉玉，你怎么了，小玉玉？夫人，他欠了很多赌债。小翠，夫人，小翠，王元丰。啊，糟糕，忘了变身了。
本官经过严密的调查与细致的求证，墓地宝玉失窃案终于尘埃落定。窃贼是已经畏罪自杀的蒋万户妾室卢玉，他为了偿还自己和外家欠下的巨额赌债，6年前，他在蒋天下的生日宴上将宝玉盗走，现已寻回的有玉佩1块、玉耳环1对，其余赃物本府仍在追缴之中。在此次侦破过程中，显风华立下大功，本府特此嘉奖。小爱国雄在。颁奖。5块显风华评为足智神勇奖，特此嘉奖。不过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罢了，看把你给得意的！大人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请大人成全。你说，这次破案，有个人给我极大的灵感以及无私的帮助。他聪明善良又美丽，要讨好我，也不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呀。虽然我和他交流并不多，但是要不是他，我想这个案子不会这么快水落石出的。所以，我想把这个奖状转赠给他，寓意大人的嘉奖里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他的一半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小翠。受害人蒋万户特意交代了，嫌疑犯王元丰协助破案有功，无论是他盗墓也好，逃狱也好，还是拒捕也好，一律既往不咎，无罪释放。儿子，你听到了没有啊？听到了没有啊？你笑笑啊！我喜欢吃这个，我喜欢吃这个。你别再吃了，不好意思，没事。我还要这个，吃太多了胃不好。好看。这个，我待会儿把钱给你啊。好，这个，待会儿把钱。还有这个，来。我们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，聊聊天好不好？我待会儿再雇个车，把这些全都买下来。啊？怎么了？你跟他怎么不一样啊？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不能让你乱买东西。你肯定很不喜欢我。你等等我。你这样让我买，我会走上犯罪的道路的。阿金告诉你的。反正女人爱花钱会变坏的。要不然咱们把这些东西退了。哎，正好你喜欢这些东西，正好我有足够的钱，正好我想把这些钱全都花掉，因为我喜欢。我喜欢花钱。那爱花钱的男人也会变坏的吧？我觉得你以后还是别跟那个阿金在一起好。那我跟你在一起，你跟我花钱，我们一起变坏。好。走。干什么你？你有毛病吧？怎么了？狗男女啊？嗯，你看。手指
我是狐仙，能力比凡人强一些，所以经常能看到一些你们看不到的事情。小孩儿，箱子，难道这小孩的死不是意外？这么说来，那也不是盗玉案了，是谋杀。你干嘛你？你还真以为你破了案了？凶手这么笨，耳环早不卖晚不卖，非要卖到你手里啊？那是他欠了赌债。凶手这么笨，早不死晚不死，非要死在你面前啊？那是他畏罪自杀。凶手这么笨，6年前的罪，早不畏晚不畏，非要这会儿畏了？是你去通风报信，还是你们根本就是串通好的？畏罪自杀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你刚刚查这个案子，他就畏罪自杀了，你怎么不畏罪？你怎么不自杀？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怎么不畏罪？你怎么不自杀？不是这句。我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对呀，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？我不查案，他就不会畏罪自杀。他不畏罪自杀，他怎么会自杀？所以他不是自杀，他是被谋杀的。玉夫人是被谋杀的。看到了，哎呀！阿金，金，快开门！来了！金来了！金，哎，少爷，我呢是想来问问你这玉夫人的事情，这是闹着玩弄的。闹着玩这么有情调？金玉良缘，这上面都是眼泪的味道。你还给我！阿金，算了，跟你们说也无妨。少爷，我敢肯定，玉儿她不是偷玉贼。玉夫人，事情还得从7年前说起。那时我还在销魂局打工，玉儿是那儿最红的歌女，卖艺不卖身。他心高气傲，谁也不理，可唯独只对我好。他本来想的是要跟我一生一世的，可最可恨的是，他的爹娘都太爱赌了。停，他自己不也是个烂赌的人吗？近墨者黑，他也是没办法。你这么一打断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。算了，不说了。你这个玉儿吧，她为了钱才嫁给了蒋万户。女人一旦爱花钱的话，就会变坏，而且还会走上犯罪的道路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犯罪。8月18那天是蒋万户儿子的生日。当天晚上，玉儿趁着蒋万户呀，当天我们本来只不过是喝酒叙旧、看花赏月，可后来我喝酒、叙旧、看花、赏月，不许看，不许听，不许学。走了。哦，别太难过啊，明天还上工呢。哎呀，显大哥也跟
跟我说让我少跟阿金来往，会被带坏的。你最好离他远一点，任何胸口写着“补”字的人，你都要离他们远一点。那我们还怎么查案呀？那当然是靠我了。我已经知道玉夫人是被诬陷的，凶手不但杀了小孩，而且还杀了玉夫人替他顶罪。这个人能做出这种事，确实是毒辣，也可见他思维之缜密。这么一来，还干嘛？玉儿，玉儿，你看你这个名字起的，最后也是因为玉得了性命。老爷，你就别太伤心了。事已至此，反正咱们家因为玉丢性命的人还少啊。行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戳我的心坎。水儿，从今往后，就剩你我相依为命了。过去的事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从今往后，咱们要一条心，谁也不离开谁。是，老爷。金芳华，跪下。那我以后如厕的手指就用你的传家宝了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不知道啊。臭男人！喂，泡茶呀你！小二，给我换个杯子。客官您别急，我拿完这个茶叶就帮你换啊，快点！哎，你说啊，这还尸骨未寒呢，就清理得干干净净的，啊？家里出了这么不吉利的事，该判的判了，清理清理也是正常的吧？我说你们男人真是白眼狼啊！妻子一死，就把东西扔得干干净净的，什么玩意儿？我看你现在做的这个姿势，和男人一样啊。客官，我这身高不够，够不着，用下凳子啊。小二，哎，你刚说什么？我说拿下凳子，不是这句。他说他身高不够，够不着。对了，就是这句。哼。哎，你怎么把熊哥的房间布置得和玉夫人的房间一样啊？这是我爱丫独创的爱式侦查法，重返现场，马上全部的疑点就要清晰了。知道啦，就由我来扮这个吊死鬼是吧？哎，等一下，你该不会真的吊死我吧？二白，不用了，已经非常清楚了。这个房间呢，和玉夫人的房间房梁高度是一样的，连这个白绫的位置都一模一样。像你这样一个八尺大汉，别说踩在凳子上，就算踩在桌子上，你都够不到。玉夫人还没我高，她怎么可能自己够得到呢？对呀，那这样我们之前的猜测是对的。哼，所以说，玉夫人是被人杀了，
然后把他的尸体放上去的。看不出来，这丫头的脑子这么厉害。看什么看？我脑子就是这么厉害。我爱大神卜神机妙算，总有一天，我要破一个惊世大案。是，爱神卜，那我请问你，你费了半天的劲就查出来玉夫人是他杀，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？你有啊？有啊，跟我来。走。切！你说那个死了的玉夫人，嗨，平时她眼睛长在头顶上，活该老天收她。那你平时有看到她招惹到什么人吗？啊，这可说不清了。上个月我还看到她把那个瑞夫人骂得哭着跑出来。瑞夫人？难道是她？我每天给蒋府后厨送豆腐，那个瑞夫人平日看起来低声下气的。有一天，她和玉夫人一起出门，她明知道玉夫人马上就要踩到狗屎了，都不提醒她。纸上写的什么？是个欠子。是不是这个人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最近真是人逢喜事，连手气都变得这么好。钱夫人真是说笑了。最近家门不幸，出了个窃玉贼，连老爷他丧子的旧事也都被翻出来了，闹得沸沸扬扬，真是让人头疼。于彤，哼，但去了个母夜叉，从此蒋老板身边就只有你一人了。这说来也蹊跷。我们家老赵听赌房的周老板说，这玉夫人上次还嚷嚷着要筹笔款来翻本呢，没想到人就这么去了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还老想着之前我们打牌的情形呢。喏，他就喜欢坐我这个位置，说是顺风顺水，招财进宝。你怎么了？他是谁？她是玉夫人，就是玉夫人。你说笑呢吧？她坐这儿，我坐哪儿啊？你是不是病了？今天不玩了，今天不玩了，改天我再约大家，回头见。吓死人了！啊，二位夫人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为什么这么快就变回来了？啊？不饿了吗？那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发现那个瑞夫人被我们吓得不轻，她一定心里有鬼。这还要多亏阿七呢。滚回去！小贱人！这么说来，这瑞夫人嫌疑最大。那他为什么要杀人？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样有吃的就可以了？我告诉你，蒋万户家闹出这么多条人命，就是因为钱太多。那我也喜欢钱，钱可以买很多好吃的。但我有妈妈就好了，因为有妈妈就有好吃的。妈妈，你个头啊！我有点事情要办。我想出个宫。什么是出宫啊？大个便。就是有鬼气。有鬼气呀！你是谁？别胡说八道啊！贫道茅山派第56代嫡传剑仙神武真君，途经此地，发现此宅黑气缭绕，有厉鬼，阴魂不散，栖居四处，伺机夺命。这位兄弟，敢问贵府近日可有人故去？真卿果然神机妙算。夫人最近是不是觉得背后凉飕飕的？
总觉得有双眼睛盯着你，在看你，但是，一回头什么都看不到。真君帮我，真君帮我！这个事情是这样，这个厉鬼有冤情，待我把他召唤出来，让他上我的身，用我的嘴把冤情说清楚了，等他怨气一散，投胎之后，他就再也不会来骚扰贵妇了。哼，他哪有什么冤屈啊？以我的经验，一定会有，短则3天，长则半个月，他一定会找加害他的人索命。莫非瑞夫人有什么不能说的隐情，怕被这个厉鬼说出来？你别胡说！对了，我好像没告诉真君我是瑞夫人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刚才这位小哥跟我说的。你胡子掉了。谢谢。演的真的是不错呀！来人，给我打！不许打！好怪啊！什么？这个时候要是掉下去，这妖妇非杀我灭口不可！哎你活着斗不过我，死了也注定是个糊涂鬼。最毒妇人心，啄都啄完了，快走吧，走吧！说你会陪我的，说你曾经为了我而哭过，说没我会寂寞的，说你也会为了我而执着，不管前世今生碧落黄泉，只为能再多看你一眼。经过你我厮守，我恨情日聚一
是今生。